好，赖清德总统开记者会啊，他说，因为他也在《华盛顿邮报》这个读者投书了哈，他说北京以2027年武统台湾目标，所以要加速要侵台啊，所以我们要做军事的这个准备了哈。那他说呢，这个预告中国2027会犯台，后来改成以完成武统台湾的准备为目标，原来没有的准备了。完成武统为目标，后来加一个的准备哈。那后来呢？这个媒体说赖清德总统证实中国大陆2027攻台，总统府说这叫做错误的片面解读。赖清德并没有这样说，并没有说2027就要攻台了啊。那这个王宏威说呢，明明是这个修文了啊，死不认错啊。徐巧芯说呢，这也是改稿啊，还好意思推给媒体，说媒体乱登哈。那陈玉珍说。这个2027武统台湾，如果是真的，那6600亿军购到位了吗？就是美国还超我们200亿美金的军购还没给我们嘛？2027今年已经2025过了，如果2027要打的话，你不要说新的什么1兆2500亿，不要说新的什么 GDP 5%，我们已经买了好几年的F16V， 对不对？66架，那现在来了多少架？哦，很多武器都没来啊！哦，那民众党说呢，不应该渲染战争的焦虑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中共攻台时间点可能落在2027年，这讯息不是首度曝光，但从总统口中说出来，同一遭。北京当局也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第一时间有外界解读，总统证实北京当局将在2027年攻台。不过总统府说不是这样，总统原意讲的是中国正以2027年为节点推进武统台湾的各项军事准备，并非指称中国将于2027年发动对台的侵略战争。所谓2027年的时间，在包括美国国会近期报告所称是中国领导人要求解放军做好攻台准备的时间点。总统脸书还有修改记录，第一时间是照着总统谈话原句，同时更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不过1小时后是多了准备2字。于江议员是。其实我想总统身为3军统帅站出来跟全国人民来讲这一个事情，包括美国的智库，包括欧洲的智库，包括日本的智库，甚至于过去包括商业周刊，甚至于 T 台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都是以2027年为一个关键的节点，作为中国可能对台攻打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个时间点。那作为3军统帅，本来就应该要预做准备。那么在昨天总统的谈话，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台湾拥有自我防备的能力，让台湾能够提升相关的防备，让我们的整个军备能够达到一个能够自我防备的程度。那其实这个比照国外，包括日本、包括德国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国甚至于要把他们的这个军备的国防的这个军备提升到 GDP 的5%，所以其实台湾也是朝这样的一个目标正在前进。那我相信昨天3军统帅总统赖清德出来讲这一席话，基本上就是希望让全国人民可以知道，当我们能够提升我们自我防备，提升我们的军备，我们才可以避免战争的来临。当然，我们在选择说要和平还是要战争，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要和平。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民调也显示，将近有57% 的民众都是希望能够提高军备，能够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来保障我们的台湾。我们不希望台湾成为战场，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台湾拥有自保的能力，我们才能避免敌人入侵我们台湾。这样。我先从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海鲲号，台湾民众党绝对是支持我们的国防自主，但前提是这些武器的国防的自主，你的这些潜舰要真的能潜得下去，而不是在那边浮。那已经浮航了这么多次，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真正的让这个潜舰真正的能够运转，能够达到它应有的功能？这个是我们关注的。另外就是这个1.25兆的国防预算，到底要买什么？是不是？钱花在刀口上，到底什么时候会到货？这个呢，台湾民众党也一定会追到底哦。另外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浮航的整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知道？这是不是也是赖清德总统精心铺排的秀之一呢？昨天我们看到他大动作召开了记者会，然后今天呢，这个海鲲号就出来浮航了。他过去已经在船坞里面待了140多天，显然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修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并没有看他真的
有一个潜舰应有的功能。我们为什么说这可能是赖清德总统精心策划的一场秀？我们要把整个视野把它拉高来看哦。其实，在过去的3天当中，如果来拍电影的话，真的可以把这惊心动魄的72小时，我们来完整的回顾一下。首先是在11月24号的时候，川习会，而且是习近平打给这个川普，然后接下来呢，川普就打给了高市早苗，然后在后一天，也就是11月26号，其实是在我们的深夜的时间呢，赖清德他在美国的投书见报了，然后大家赫然发现说，原来这个高达1.25兆的国防的特别预算，不是先来跟台湾的国会来做沟通，也不是先跟国人说，而是透过媒体投书的方式，先让美国人知道。我觉得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从川习会川习通了电话热线之后，然后呢，川普打了电话给高市早苗，要求他在台湾的议题上降温之后，赖清德他还是开了这个记者会，而这个记者会并没有任何看似要降温的打算，他反而是违背了美国国会在今年的11月18号才刚刚公布的这个状态分析。美国的国会认为说，2027年应该不是这个中国大陆真的要这个武力攻打台湾的时间点，而川普过去也曾经多次的说过，他不认为2027年中共真的会攻台，至少在他任内，他认为中共不会这么做。那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你的资讯来源是什么？还是身为一个总统，身为一个3军统帅，就可以这样子信口雌黄、空口说白话，最后只要来修改脸书文，然后呢，让你的发言人出来轻描淡写的说都是媒体的错误解读就可以了吗？另外，我们想要再问的是，如果1.25兆的军事采购真的这样执行下去，而且目标是以2027年来作为防范的这个标的的话，那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台湾人不论男女全民皆兵，就像以色列一样啊，所有的人都整装待发，准备好，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武器，还有这些的设备，不能没有人来操作。那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你的下一步是什么？这真的不是修改一下脸书文这么简单。最后我们还要说，在这个国际情势的多方变化当中，如果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早上召开了国安会议的话，你不可能不知道这当中的变化。你是不是在利用这样的资讯落差来文攻武吓台湾人，制造这种芒果干的恐惧感？然后呢，要我们在恐惧之下、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去购买武器，这个是非常不道德行为。陈博士，我想啊，大家要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我昨天啊，其实有讲说，我们要思考3个反应。第一个，对于台湾乡亲啊所会产生的政治反应；第二个，对于国际社会会产生的这个经济反应，以及要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嚇阻反应。但是这3个东西啊，其实啊都是相当负面的。但是呢，我觉得最糟糕的，当天晚上啊，马上这个侧翼网军就开始找上我了，说你为什么不谈这个？他一讲完话 ，AIT 就立刻贴了个东西，那为什么不对啊？这个美国政府的外交反应？我说你不要提这个，提这个更糟。我跟你解释为什么？因为呢，他就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张贴文就是断点，也就是说不会有在更高层的人反应了。我们仔细想想看，从赖清德总统他今天跑到华盛顿邮报去登那个东西登那个投书，就是要让你华府政坛人知道，你不能装糊涂，你不能说你听不到，我就跑到你这边来给你听。美国人哪是省油的灯？是啊，你要我们一定要听，一定要表态，我就叫 AIT 给你一个贴文，就把你打发过去了。后来呢，我们中央社的这个英文台就是这个不死心，跑去问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说，在匿名的状况之下，我可以回您。你想想看，然后最后呢，这个中央社还把这个地方登出来，就是那个台湾 News 还把它登出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没有搞清楚，美国已经在冷处理这个事情，而且就只有 AIT， 而且你要注意，你去看看那个贴文，他刚开始说美国在台协会很对于你这个保持欢迎，不是美国对于保持欢迎你知道对这个事情欢迎的是美国在台协会而且是古立言自己签署的。我觉得大家今天一定要去解读这个信号。美国国会呢，我们砸了那么多银子，美国智库专家砸了那么多银子，有谁这边出声？我告诉你，参议员有一个叫 Tom Cotton， 他在他的那个社交软体贴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众议员 Mix 贴了一个东西，其余完全没有。对不起假如说我们砸了1.25兆下去，只得到这种反应，你说这是不是外交严重错犯？而且呢，你今天砸了1.25兆去表达你的决心，那中国大陆可以砸5.21兆的这个人民币来表达这个要武统的决心，对不对？
我们战略白痴都知道，我们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去军备竞赛，所以现在去彰显那个数目这么高，我觉得根本就是走错路了。我还是觉得你今天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沟通、不对话、不去化解为一，然后不断的做军备竞赛，那个是真正是走不出那个死胡同。就是说就是说你的国防当然必要了，其实国防是必要之恶了哦。大家知道那个武器过时就当废铁一样，但是也又是必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在备战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避战嘛。那你避战到底做了什么嘛？备战我们知道你在做，那避战做了什么呢？那现在1.25兆叫什么呢？叫做什么防卫韧性？什么叫韧性？什么叫不对称？就你打不过叫不对称嘛，打过叫旗鼓相当嘛。什么不对称？日本那个时候那个自杀机，一个飞机炸一个军舰。划得来啊，因为一个人一个机能把一个舰炸得很划得来啊，对不对？当兵拿个手榴弹蹲到坦克车下面把履带炸掉，不对称，那就表示你自己已经承认了你打不过啊，你的军备是打不过的，事实上打不过也不丢脸啊，他的军备他的国防预算是你的17倍啊，是你的17倍，就算你再加到6000亿、9000亿，它也是你的12、3倍，那你要比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避战要，但是备战要，避战还是很重要，你不要没事去捅啊。那另外赖清德为什么到华盛顿 Washington Post 去登这个投书？他要给谁看？他要给川普看的，因为你没有管道嘛，你根本就没有管道跟川普联络嘛。你看人家的电话打过去，那怎么办呢？我就华盛顿 Post 这个登一个广告给你看看吧，让你看看吧。那川普刚刚张博士也没有反应啊，对不对？就像讲的是，你这个军备竞赛到什么时候？他的断点就是那张贴文，而且你现在 GDP 的5%不得了GDP 的5%等于是1兆多，将近2兆的国防预算了。那台湾什么事都不要做了，你军公教砍他的年金，这样砍，对不对？然后呢，你说你没钱了，说不，这个蓝白立委把国家都搞垮了，搞穷了，搞负债，那你那个钱哪里来的？这不是都是问题吗？休要再回来。好，在总统宣布1.25兆的国防预算就任性了那说要强化拦截远程打击那另外呢，这个他要拼2017年有高的战备2030年我们全面吓阻老共所以呢，这个8年要投入1.25兆另外呢，到2030年的时候 ，GDP 的5%国防预算要达到赖清德说，这个为什么要建台湾之盾？因为中国一定会台湾射飞弹那另外呢，为什么他说加国防预算怎么算是挑衅他？他说因为有小偷才装监视器没有小偷就不需要监视器了因为他有飞弹，所以我们要防卫那另外呢，带这个国防部长郭立雄他们有7大项目，精准火炮、远程飞弹都在里面那另外呢，到底能不能有效拦截中共的飞弹？郭立雄说，我们把 AI 导入就可以拦远程变轨导弹，因为大陆那个飞弹还会变轨所以呢不容易拦截。他说这样的 AI 就可以帮我们去这个拦截而且这样呢花了1.25兆，可以创造4000亿的产值，有9万个工作机会比如说军工业啦等等啦，无人机业啦等等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呢，你现在是先斩后奏，你都不先跟立法院讲，你就先去华盛顿邮报去登广告然后先跟老美报告，那将来举债可能要破5000亿，会再留子孙因为钱不够啦然后呢，这个徐巧芯问说两岸是要战争了吗？为什么编这么多预算马英九说等于宣布台湾进入准战争的状态。那吕秀莲也说台湾是世界明珠，不要做个火药库，所以他也反对编1.25兆的特别预算。我们看一下，国防部已经完成强化防卫韧性及不退阵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及预算的规划，预计在未来8年，2026到2033年投入1兆2500亿元的经费。可以想见，中国的飞弹越来越多，他如果对台湾发动攻击，他一定会发射。这1.25兆要打造台湾之盾先进防空系统、防卫作战体系科技化，并提升国防自主，能顺利在立院闯关吗？总统这样呼吁：守护民主台湾，不让台湾被武力或其他强制性方式所并吞，沦为中国台湾，必须是政府
朝野以及全体台湾人共同的责任。26号的记者会，总统说了5次民主台湾，3次中国台湾，加上美华有几个小时前才刊登总统的投书。针对这组合拳，国台办痛批民进要把台湾推入危险境地，以美谋独，自取灭亡。这个已经筹备多时，所以才有办法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跟最近美国川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的对话是没有关系的。路透则追问总统会否担心川普因美中贸易而牺牲台湾，总统说对台美关系有信心，因为这有利于台美乃至区域利益。赖总统说他筹备多时啊，但是大家记不记得赖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对所有的人讲说他会是一个最不会发生战争的总统。好，可是没想到他上来就短短的这个1年多，立刻提出了一个史上最高的一个军事特别预算，哈，1.25兆，1.25兆的财源从何而来的呢？就是全部用举债，全部用举债。最近不是都在说吗？说我们那个财划法，哎呦，是财政那个土石流啊，或财政失速列车哦。那如果说财划法举债5000亿，是会让我们的财政垮掉的话，那请问一下，特别预算还要再增加1.25兆的这个举债，请问一下，是不是财政的整个的这个更大的土石流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于所有的军事的这个支出，还有提高中华民国的国防战力，在野党都是支持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举出，就说我们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我们是当凯子还是当盘子？啊，刚才在讲到海鲲号，海鲲号当时编列预算。第一艘都还没有经过测试，还没有交件的状况之下，连编7艘，2840亿元。那个时候呢，在立法院在野党不是删除哦，是先行冻结。冻结就是说，等你第一艘已经确定你可以完成测试，你可以交货的时候呢，你才有后面的7艘嘛。啊，结果呢，就立刻来后就指责说，这个蓝白哦在挡国防预算，蓝白是中共的同路人。但是事实证明，11月马上就到了。确实啊，我们刚刚看到海鲲号到现在为止呢，到底能不能沉下去，我们不晓得。还在做这个浮航的测试，11月没有办法交船。好，那同样的啊，这个我们去买美国的战机 F-16V， 这最近也是很热门的话题。本来应该在明年底全数交机，而且呢是应该在今年就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交机。因为大家不是说吗？2027年是最重要的时间呢。刚才这个赖清德昨天不是讲说是以2027年这个为武统台湾为目标吗？即便他最后改成是准备为目标，但是2027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请问一下 ，F-16V 在哪里？所以网络上就在那边嘲讽，原来我们买的是隐形的战机啊，原来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好，所以当我们很多的这个货款已经通通付给美国了，但是呢，你的这些巨购严重的延宕，根据国外的智库去做计算。台湾被美国延宕的军购高达6000亿元，高达6000亿元。那当然，国防部后来就是他有修正，他说没有那么多啦，最主要的是2500亿，2500亿不是钱吗？2500亿也是很大的钱呐，难道你觉得这样的延宕是没有关系的吗？所以，如果当我们一直不停的花钱，不停的付钱，但是呢？军购，我们真的这些武器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到货，请问一下，我们花这些钱是干什么呢？就是即便你去投诉华盛顿邮报，也只是让这个川普高兴一下而已，对台湾没有任何实质帮助。没有错，在2024大选前哦，那赖清德自己说过，说我来当总统，两岸发生战争的风险是最低的。那显然现在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嘛。那其实从这点上面就可以看到，赖清德是一个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好，你不择手段没关系，你还没有肩膀可以承担哦。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哦。其实那一天他在记者会上，刚刚大家也可以看到哦。他
眼神就是盯着读稿机，那这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这个是稿子给他的，然后他照着念的，那这是他事前知情的，所以他讲说2027年完成武统这个为台湾是一个目标，那这个不要去怪说什么媒体啊，什么赖媒体说这个乱讲啊等等啊哈，其实就是他看着稿子读稿念出来的，所以没有担当嘛。那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哦，然后说是这个的准备哦，我觉得其实是哦，既打脸自己以前要选举时候说的话，现在又把台湾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好，那我们再来看哦，现在8年说1.25兆，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是没有那个条件可以跟中国来做军备竞赛的啊，这是不可能的。那既然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做军备竞赛，而我们现在就倾囊而出，所有人买的这个国防预算经费这么高，但是买的武器呢，眼看着如果是2027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可是东西又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通过这个军人这个加薪，他也不肯。那武器不来也先不要讲，光有武器恐怕还没有人要来做这件事。再来，他这次这个1.25兆，他说是这个国防特别预算的条例哦，大辣辣就对外来宣布了。哎，其实你是把立法院当橡皮图章吗？你是把所有人民的纳税钱当做你自己的私房钱吗？都还没有经过审议，都还没有经过通过，哎，你这个条例跟这预算其实目前都是还不存在的，就可以大辣辣对外面讲。我觉得其实要去想一想哦，如果呢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军备的这个预算，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军购，但是呢你却对于两岸的交流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和平的方案都提不出来，我觉得无疑是备战没有备好，而避战完全没有做到。欣儿，我想哦，刚刚宇翔有讲到，总统是三军统战，没有错，他很重要，所以他更不该去讲这样的话。我们从前几天，我们都应该每个家家户户都有收到一本小局书。哦，就是我们全民指引手册。其实当那一本发下去的时候，这是他的后面的步骤啊，这是他起头式而已啊。其实很多民众开始很害怕说，到底这本书是什么意思？要打仗吗？确实，从一系列总统讲到2027那个台湾我会武统台湾这件事情，再加上今天他又讲了1.25兆的一个国防预算，我觉得身为总统，他其实是不该这样子扰乱民心，让所有的民众是很害怕。而且总统讲了2027，如果真的要武统台湾，那请问一下，他今年在做什么？今年民进党在做什么？他在做罢免欸。今年年初到现在，其实他们那时候一整个半年，快1年时间，其实在搞大罢免。如果你总统早就知道，你自己话语中也讲这我们早就已经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你却没有动作，然后现在才来说，因为我要预算，我要1.25亿兆的预算。那我再来问一下，你要这个预算，他现在其实把我们所有这些立委搞得就说，你不通过预算，你就不支持我们的国防，就是卖台，对，把它化成就好像就跟中共在一起，这两码事情，其实真的不该把它挂在一起。那我觉得国防预算，其实我们要先请问一个重点啊，到底总统要请问他，财政纪律与永续的承担机制到底在哪里？再来第二点，军人加薪的预算的何时要补上？第三点，如何去确保美国军购它是可以准时交货？很简单嘛，我跟你买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什么时候给我，但是你之前欠我的什么时候补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小新他也有讲这个预算其实已经创天价。那如果这样算来，每年的国防预算已超过我们GDP 的5%，已占总预算的1半。请问一下，我们没有更多事情要做吗？其实台湾好多事情要做，人民也苦哈哈，你不知道吗？但是你把总预算1半拿来军购，到底我们现在真的是战争国家吗？所以这要总统要好好思考一下。而且我们买武器的价钱其实比很多国家贵的，贵很多，单价都贵很多。那我们你美国说跟我们有史以来关系最好，总是卖我们便宜一点啊。对不对？那怎么卖东西还比别人卖给以色列，比卖给其他国家贵呢？到底怎么回事呢？休息再回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好，行政院今天提出再修版的财政划分法复议要去复议，蓝白通过，他们要复议啊。那卓荣泰说呢，
有在野党立委是肯定行政院版的，可惜他们被党意影响，叫不要同意我，所以他要提财划法的复议，说我们行政院有版本很好啊，那国民党说就是要让你踢铁板，你复议不会过的，行政院也知道复议不过，他就要走这个程序，然后还要去释宪吗？这周荣泰说，这个希望国会汲取错误，我们是提财划法让你知道你错了如果行政院版获得共识，我会就列试算结果，因为大家在问啊，侯友也在问啊，卢秀燕在问，说你到底给多少钱啊？那他说你们有共识了，我就给你们试算结果。其实你要拿试算结果来取得共识嘛，我觉得他这个次序有点倒了，对不对？然后拿出来说，你看新北市得的钱不少，台中得的钱不少，也许新北的立委啊、台中立就会支持。但是我先不告诉你，你们先有共识，我再告诉你们结果怎么样？这有点奇怪这有点奇怪。那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样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也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提出试算表才能讨论嘛。侯友宜也是，到底要分配多少钱嘛？卢秀燕也是希望把这个上缴的预算能回给地方，地方在乎就是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在野版的财划法，行政院确定提复议了，财政部说行政院版可以解决衍生的问题，不需要靠你们在野党版那你当时又提出来协商嘛，你当时又不提，蓝白通过以后你再提，这个次序也很奇怪那主席长认为说2个版的财划法有竞合的问题，要筹财源说呢这个他也不挺这个民进党团的345亿的大红包提案所以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我们只有在被动的情况下才能提出复议，会造成中央政府无法编列预算。再次亲上火线，行政长卓荣泰罗列了好几点理由，宣布对立法院14号在修正的财划法提出复议，这也是卓内阁任内第8度提出复议案。绿营的党团没有过半嘛，所以他复议一定不会成功嘛。所以这个纯粹只是第一个作秀，第二个为了选举考量。在痛斥根本没有沟通，并质疑1个礼拜过去，至今试算表在哪儿？打电话告诉我跟赖士葆委员说，还要一段时间来做试算我觉得真的是乌龙一场试算表出来了吗？目前试算表已经算出来了吗？财政部次长一进委员会闭口不回，倒是先走向陈玉珍委员那打招呼，因为民进党的赵伟、李坤城变更议程，主张无法分配到地方的345亿元款项用暂行条例来分配，提出妇女坐月子、政府出10万等3大诉求。我觉得这么好的福利政策用暂行条例来做，只是在糊弄百姓而已。我们让它变成永久的条例，是不是容许我们财政部跟主计总处再来把它厘清意思就是要端牛肉，直接编在总预算上，但到底这345亿元的财源，绿委也纳闷。要先去筹财源，相关的财源这个部分。那不然的话，就是前面的必须要跟前面的相关的条例竞合的部分要先解决。你作为财主单位，有没有这条钱你都不确定，我觉得那这样今天这个会要怎么开下去啊？连民将立委对官员态度也有所不满，原本想要解套345亿元的统筹分配税款，最终没有共识，短暂1小时朝野散会。来自韩。我觉得卓荣泰为什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国人说谎呢？过去呢，他们迟迟不拿出财划法的院版的版本，一直告诉国人说现行的版本最好。等到去年在野党联手通过了新的财划法之后呢，整整隔了1年他们才端出院版来。然后他们告诉大家说，院版的更好，院版释出的财源比在野党推出的更多。那我们就要指出2个逻辑矛盾的地方。第一个，卓荣泰，你不是说在野党的版本释出钱太多，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土石流吗？如果你的钱是给地方更多的，那你这个是天崩地裂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卓荣泰上个星期说，这个试算表马上就可以拿出来，1个礼拜就可以拿出来，一翻2瞪眼嘛。到底哪个城市可以获配多少钱？这些东西清清楚楚。结果呢，隔了1个礼拜之后，竟然说算不出来。一个政府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吗？一而再，再而三，3而竭的因为在国家的政策上头对人民说谎，这是大家可以认同、可以接受的吗？那另外呢，
讲到这个国防预算还有财划法的关系，我真的觉得这个赖政府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天兵。昨天赖清德在回应媒体的这个联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钱不会不够啊，我们1.25兆这么多的钱要举债的，他说不会不够，怎么样不会不够呢？只要财划法再修回去原版的版本就有钱了。那你不就是摆明了告诉大家说，其实你这个军购预算那么多的财源要支出，就是会排挤到内政的支出，包含什么东西？社会福利会被排挤掉，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建制基础的建设也都会排挤掉。大家知道吗？赖清德号称说他上任之后要有100万的社会住宅，100万户哦，到现在他上任快要2年了，连1户的这个社会住宅都没有核定。为什么？因为钱不够。为什么？因为钱要拿去买军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政府一再糊弄人民，一再欺骗人民。然后呢，财划法的修法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下放财源，让地方能够做到真正的自治。结果你们不朝着这个方向进步的方向去做，一直在走回头路。我觉得人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谎的政府。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基本上来说，不管是哪一个法令都好，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现在行政院最大的鹰派就是卓荣泰了。他其实从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本来一度大家会觉得说两院之间似乎出现了可能要这个偃灭旗鼓，要重新进行会谈，但是我觉得几乎没有任何的喘息，马上的你发现行政院的整个立场大变啊！我觉得他这个大变可能会显然的，我认为他自己可能发现他没有任何的治国的成绩，民调不断的往下滑。所以对他来说，只有用一个比较尖锐的朝野对立的方式，才可以巩固他自己的40%不到的一些基本盘。所以就变成用这种方式去面对每一个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对于大家来说是我们认为可能在福国利民的或者非常重要的在立法院关键的这些部分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不管是这个财划法也好，大家就讲很多了嘛。从一开始的话，你自己要提的时候你不提现在别人提了以后，你又说别人提的不好，那你说这个总额太高，那你提出来总额也一样高啊。那事实上你只是去把中间的所谓的这个计划型的这个补助款弄得比较大块，那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盖牌，你拥有这个钱，然后又拥有这个权，想要去掌控所有的分配权。所以我觉得相当程度的，其实而且更不用说一开始回到最早，其实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最主张有关于统筹分配税款，不是吗？那你自己主政了之后，你现在通通的都忘记了，你得了失忆症了吗？那刚刚我们在讲到有关于这些军购的案子也是一样啊。我后来不断在听，我突然之间觉得说，当台湾的半导体不断的往美国挪移的时候，记不记得赖清德出来讲说，我们要寻找下一个兆元产业？我突然之间觉得我们找到了军工产业。1.25兆不就兆元产业吗？你干嘛呢？我们以后的台湾的经济发展都要靠军工吗？想想看，在今天在这个1.25兆提出来之后，我们的军工产业，我们军工那个股票大涨，你知道吗？但是可是很讽刺嘛，我们是真的要战争了吗？我们愿意靠台湾的经济靠战争来发财吗？我们今天没有了半导体产业之后，我们希望有军工产业来壮大我们的股市吗？我觉得这个目前看起来，对于民进党来说，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为了政治而政治，为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一个状况嘛。其实我想卓荣泰院长当然现在提出财划法的一个行政院的版本当然这是迫于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蓝白不断的去修财划法，依现行的目前的财划的这个规范来说，我以新北市为例新北市现在这是境内大概有88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开发案或建设案等等。但是呢，中央政府是支持新北市将近4600多亿，超过过半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规模。那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讲，新北市也运作得非常好。那当然蓝白之间他们有希望能够让财源能够下放到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的议员，我也是非常支持。但是这个下放，你是应该要把事权讲清楚，而不是说无限制的把钱下放到地方政府之后，然后搞不清楚说，这些钱到了地方政府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本来中央提出的福利的政策，到了地方之后，后续的这个事权到底谁要怎么样去规划？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要讲清楚。好，刚好我们上礼拜我们财政局刚好来我们议会党团来报告这一件事情，就是针对10月21号。那有提出来的公示的一个指标跟权重但是你知道，其实在整个统筹大饼里面，最大宗的其实是营业税，而台北市呢是贡献了超过有40%，在台北市
营业税，所以也为国家其实赚了不少的营业税，算资优生。但是以去年修正的版本通过以后，原本我们的营业税的分配额是从30它的以30%的那个权重计算，但是经过行政院它修正以后，它将这个分配额降为8%，30%跟8%。台北市贡献了4成营业税全国营业税的4成但是降为8%，这是惩罚，等于是我们台北市资优生了。那再来，行政院把这一个有一个基础建设指标，可以注意看一下，农林渔牧的人口跟产值跟农牧用地的面积，通通都计算里面加成。那这样子等于是他已经不再重视你商业区，跟像我们商业服务区有什么都市型的这城市，他们的管理成本他已经不算给你了。那用这种漫无计算的标准，用优先满足基本财政收支差额的手段，企图它其实是利用我们地方选民的压力来分化在野的县市还有民意代表，其实这已经对了台北市也造成很大的一个财政负担。那也再成，其实我们现在在比较南部的县市，它其实就把它分化掉，它直接告诉你。那你像我们也要选，你就谢龙介、柯志恩在南部他们的农林渔牧县市，他直接叫你表态，你支不支持？他其实他已经搞成是一个分化，所以而且我在讲，其实还有一个，这当时我们开会的最后一页，这是我们财政局给我们的资料，这是一个台北市他多么无奈的一个好多的问号。因为我们直接告诉我们财政局说，请问那再来我们的财政预算我们怎么抓？我们捷运现在有南环线、北环线都在进行中，但是这些钱未来本来是中央是补助给我们的现在变成是用计划型补助，你必须要提出申请。好，又回到提出申请，等于是说中央他来决定要给与不给。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ING 中的工程，该如何？我势必要由我自己的财政里面去想办法支出，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害怕的。所以我觉得，好，既然你现在行政院长你要提复议，可以啊，复议啊，我们来复议啊。但是呢，你一再的复议失败以后，你不用为你的政治行为下台吗？是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大力推荐苏巧慧选新北市长，陈平安议员选苗栗县长那黄国昌的看板已经出来了看起来好像是玩真的，选真的，说一个更好的新北黄国昌跟周小云应该选议员了一起看板都出来了那另外呢，郑丽文拍板说要成立蓝白工作小组来协调蓝白那黄国昌底牌曝光这是一个媒体报道的，说要国民党礼让黄国昌参选新北市长，否则就各选各的。那另外呢，陈志涵说侯友宜当时民意满意度很高后来不是输给柯文哲吗？而且新竹市长民进党一定推自己人，我们看一下。以参选新北市长为志向，民进党籍黄国昌，他多次说过要成为新北市民的最佳选项。现在他跟民众党小鸡的第一面合体看板也已经挂上，就在新北三重的重阳路上。虽然这次看板上没有写黄国昌要参选新北市长标语，一个更好的新北，宣示意味不言可喻。在我的心中，他应该是最大的母鸡，带着我们这样实打实战，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好的成绩。更媒体指称黄国昌铁了心选到底。黄国昌主席过去已经强调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他绝对是愿赌服输。不是不实消息，毕竟2026蓝白合作持续推进，国民党的动作也很积极。两党的合作呢，我们也会成立工作小组，我们这边也有对接，我们也感受到来自于民众党的诚意跟善意。
26号，国民党中常会上除了讨论县市首长提名办法，预计首波提名落在12月中旬，蓝白两党的工作小组也正式成立。郑主席是指派我跟文传会的吴宗宪主委担任窗口哦，依据不同的县市再纳入不同的成员。只是当蓝白合作善意持续堆叠，有些心里话也要讲在前面。在国民党这边似乎还没有真正的整合成功，不过民众党这边呢，并不会因为他党的脚步而阻碍了我们自己的脚步。陈志涵提到这一个内容，我感受到是2024前这种悲剧的既视感。如果要蓝白合的话，不应该现在由战狼派又来影响到蓝白合合作的气氛。对蓝白两党来说，2024不堪回首，2026要以大局为重，但创伤症候群很严重。今天李乾龙就是我们的副主席兼任秘书长，跟我们党团吃饭。那他特别提到，就是有几个大概6+2，就是有一些寻求连任的县市，以及现在看起来，譬如说像高雄跟屏东现在是只有一个候选人嘛，那这个呢都会尽量提早在12月中就把他这个提名确定，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因为提名越早确定呢，大家比较早一点能够各就各位。那另外就是有一些我们自己本身党内有竞争者还有一个最重要大家关心的就是有关蓝白合的问题。我觉得在新北的部分呢，黄国昌因为现在是已经还设服务处，那他也很早的表态。那他事实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都是愿意去做协调的。我觉得在新北的部分，我没有那么担心因为黄国昌他好几次他都公开，甚至就是和我们私下讲，他都说他其实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在于他的当选，而是不能够让民进党的人来当选。所以我们到时候蓝白怎么合一个机制看怎么样产生。那另外，我也是，因为志翰本身在现场，他可以待会儿直接说明，就是有关新竹市的部分那新竹，因为我们现在国民党比较没有人选浮现出来，那所以新竹因为现在本来就是民众党在执政，所以新竹可能呢，我觉得民众党会有一些坚持。那另外在宜兰的部分，他也必须在蓝白要做一些合作。好，我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民进党在明年春节之前要拟定人选，那么我们有蓝白合要协调的人选也不能够太晚。我觉得最晚3月底前一定要把它搞定，否则越搞越晚呢，这边是对我们不利的。国民党如果不礼让黄国昌，他否则就各选各的，是这样吗？我要郑重的声明，这个消息来源不具名的消息来源，绝对不是什么党内核心人士。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民众党的人，因为他讲的东西偏差太大了。黄国昌已经多次的，像洪薇姐说的，他已经多次的宣示说，他愿意比民调来跟国民党整合。这个意思是什么？整合出一组最强的人选，不要让民进党渔翁得利，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愿意接受整合，不是说自己一定要选到底，这基本上就是民众党的诚意。宜兰新竹呢？还有宜兰跟新竹这样说。嘉义市。好，外界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是不是就框这4个地方？新北、嘉义、新竹跟这个宜兰，是不是这4个县市已经确定要来谈了？我必须要说，我们这4个县市目前都有我们自己主意的人选，而在民调还没有整合之前，这4个人都一定会下去跑。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说我们自己的人一定要先出去跑，先出去经营。第一个，我们的民众党还是要拓展；第二个，就是你如果不去经营、不去跑的话，你凭什么叫国民党礼让你？最后比民调，难道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一个君子之争，然后来推出最强的人选吗？所以基本上蓝白合或者说联合政府，大家整合的诚意是有的，但是重点是那个机制到底是什么？还有我非常认同，时间真的不要拖，因为当你的对手是民进党的时候，他们绝对是倾所有的资源下去，那你真的能够有把握拖到明年5月、6月还能够胜选吗？会不会好好的一盘局都整合成功，最后还是输了？桃园呢？桃园应该没有特别的问题，因为那个国昌，我记得他也有公开说。对，我知道。那民进党现在不是好几个人吗？何志伟啊、王义川啊，还有所以郑文灿啊，什么都跑出来了。我认为其实郑文灿这个是会提到郑文灿，应该是民进党在地的这些民意代表，他有一个集体焦虑，因为像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母鸡，所以他们又怀念起过去郑文灿在的时候，对他们帮助很大。但是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因为呢，我觉得郑文灿以及郑文灿的支持者
已经非常的不高兴、不舒服，被这个赖幸德伤得太重了，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哦。那但是我觉得我要讲一下这个蓝白合，我特别说一下，其实不管蓝白两党本身或者是支持者都非常知道蓝白合的重要性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次不管哪一类型的选举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会在这个蓝白合上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是宇翔议员啊，那新北呢？新北其实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就苏巧慧了嘛，就苏巧慧了。那所以苏巧慧是在地优秀的立委，而且也长期在新北耕耘，所以现在民进党大概提苏巧慧，就是希望说他又是党部的主委，又是在地的立委，希望可以让他可以整合一个最强的战队。那蓝白合，我在新北市目前看起来啦，因为其实你说现在议员之间要怎么去蓝白合，议员其实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啦，因为在地的议员，像我自己同党，不是我自己同选区里面，所有蓝营的议员都是从我国小毕业典礼当到现在，你要叫他们去跟那个民众党的这些新人去比民调，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我想蓝白合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哦。那最主要还是关注可能在新北，因为还要讨李世川的动向。那我们一直在追问我们的李世川副市长，那他其实也是不敢去很明确表态，但是他也暗示也说应该是2月，因为最主要是因为跟辉达的签约，那应该落在过年前，农历过年前应该是会签约完成，签约完成才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他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处理到好了，所以应该是落在3月的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比3月底更早，因为其实做民调虽然现在蓝白都有共